战役说道：“你闺女都上小学了，成绩还那么好，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妍妍了，等会儿就能见到了。”我们家妍妍一如以往的懂事，越来越有大姐风范。叶君博和战印一样，都很偏心女儿，对女儿特别宽容，对儿子就管得严，总是跟儿子说，以后接班的事就交给儿子了，不要让妹妹那么累。孩子小的时候不懂，现在君妍上小学了，懂得多了，他会问叶君博：“爸爸，接班的事一定是我哥哥吗？为什么我不行？因为我是女儿吗？爸爸觉得我没用，不如我哥哥能干吗？所以不让我当接班人。”女儿的质问让叶君博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反复去解释，解释到最后，女儿还是那句话：“爸爸，你就是觉得我不如我哥哥，所以不让我当接班人。”逼得叶君博最后只能和儿女们说，不论男女，只看能力，等你们长大后凭本事接班。那样说了之后，君妍才没有再问为什么。其实目前来看，叶瑶是不如妹妹的。叶瑶性子跳脱，当然了，7岁大的孩子正是调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想要求她成熟稳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君妍坐得住，那是她的性格使然，她天生就是这样。论成绩，兄妹俩一样，都是最拔尖的那个。论做事能力，目前来看，反而是叶瑶比妹妹更好一点。君妍也不是要跟兄弟争接班人的位置，她是要父母一视同仁，不能因为她是女儿就不让她当接班人。父母家人的意思是，接班人很累，大家都希望她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，但她不想当米虫，一事无成的小公主。她要和哥哥弟弟们竞争，输给兄弟们，她心服口服。但凡她赢了，她就不会礼让兄弟，姑婆就支持她。叶君博的姑姑最疼君妍这个侄孙女的了，君妍也很喜欢和姑婆说话，感觉姑婆能理解她。爸爸，上飞机了，去到再和战叔叔聊天不行吗？清脆的童音传来，叶君博立即对战印说道：“我闺女说我了，我先挂电话，咱俩见面了再聊。”然后就飞快地挂了电话，伸手就轻捏一下女儿的脸，笑着对慕晴说道：“闺女都开始管我了。”慕晴说：“她现在能管得住你的，只有你闺女了。”叶君博嘿嘿地笑：“哪有，你也能管得了我的。我很听老婆的话，整个 A 市的人都知道，我叶君博是妻管严，家里老婆说了算。夫妻俩让孩子们先上飞机，他们跟在后面，看着儿女们都大了。”叶君博忽然小声问爱妻：“晴晴，有没有想过咱们回头生个2胎？”慕晴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道：“你还嫌家里不够热闹？我都30好几了，再怀孕便是高龄产妇，不想生了。我现在已经儿女双全，怀孕后期的累。”慕晴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怕怕的，因为她怀的是双胞胎，肚子一直比别人的大，就是怀的单胎，在孕晚期都很累，万一2胎生了一双孪生子，我头都会大。慕晴担心自己2胎又是生双胞胎，甚至可能是孪生子。若是孪生女儿还不错，但是婆家历来阳盛阴衰，她真回头要2胎，生儿子的几率较大。叶君博的弟弟们结婚后生的都是儿子，目前君家新一代只有君妍一个女儿，大概率君妍会成为这一代中唯一的女娃。君家比战家略好一点，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的。他们想多生几个女儿都生不出来，老人家说有妍妍也可以了，比叶君博这一代的好。叶君博这一代是一个女儿都没有。你也说了，咱们不要2胎。当初生完这2个，后面我想过要2胎，你坚决说不要2胎，怎么现在忽然又想要2胎了？慕晴前几年还是想过要2胎的。叶君博心疼她怀孕辛苦，坚决说不要2胎了。此刻忽然又提到想要2胎的话题，慕晴就有点好奇。上飞机后，夫妻俩坐下来，叶君博笑道：“没有，
我就是随口说说，可能是见战印二胎生了个小闺女吧，心痒痒的也想要个二胎，想多生个女儿。战印和海童二胎才拼到个女儿，咱们只生一次便儿女双全。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懂事的很，你就知足吧。叶君博嘿嘿的笑，那是咱们是最命好的，比战印幸运多了。看着懂事的女儿，调皮的儿子，叶君博想了，想后说到以后不想了，就怕又生2个像叶瑶这般调皮的，我脑壳都痛。他的弟弟们大多数都是只生一个孩子，除了老二生的是孪生子。老神一天天催着徒弟夫妻俩要二胎，程玲玲坚决不肯生，哪怕二胎能生个闺女，她都不肯生，说带孩子太烦人了。老神医说他孩子又不用他带，君飞从出生到现在他带了多久？不都是保姆以及军勤带的吗？他又经常回来帮徒弟带娃，但不管他老人家怎么催，程玲玲是坚决不生。她有一个儿子，有一个徒弟，足够。儿子以后接管丈夫的事业，徒弟继承他的衣钵，皆大欢喜。再生一个就要争家产了，主要是嫌孩子爱哭闹。夫妻俩是被小时候的君飞哭怕了，就是现在君飞偶尔还会哭闹呢。男子汉流血不流泪的话，用在小君飞身上是没有用的。小家伙说他还是个孩子，还没有长成男子汉大丈夫，所以他可以哭。游游山庄现在很热闹吧？那是小孩子都放假了，他们的爸妈把他们送回山庄，咱们现在又带着几个孩子过去，战家就像开幼儿园一样。他们风尘山庄也热闹，侄儿一大堆，天天吵架打架的，热闹得很。保姆们操碎了心，劝了这个又劝那个。他们这些当爸爸妈妈的，很多时候都是放任不管的。叶君博总是说，孩子们的问题让孩子们去解决，大人不插手，哪怕小兄弟们打起来也不插手，都是几岁大的孩子，打架也厉害不到哪里去，最多就是被咬了，被抓了。海童换好衣服，洗刷后出来，看到女儿已经喝完了奶粉，妈妈抱。贝贝早上起来最喜欢撒娇了，一看到妈妈出来，刚刚喂他喝奶粉的爸爸就被他抛弃了，伸长了双手要妈妈抱他。战印故意逗他，爸爸抱不好吗？爸爸喂你喝的奶粉呢，这么快就不要爸爸了。妈妈，我要妈妈。海童走过来，从丈夫的怀里抱过女儿，在你七叔家里就天天念着爸爸，昨天才回来，今天就不肯跟爸爸了吗？贝贝把头枕靠在妈妈的肩膀上，爸爸的怀抱安全，妈妈的怀抱温暖，他更喜欢妈妈的怀抱温暖而安心。我回来了，不知道老七和蓝若若怎么样了。我说多住几天，多吃几天的瓜，你又要我回来。战役说道，看别人有什么好看的，你们不回来，我就亲自过去把你们接回来。老七和蓝若若都有那方面的意思，他们会发展起来的，咱们也不用管，等着喝喜酒就行。今年估计就能喝到他们俩的喜酒。要操心的是老八，老八目前还没有动静。老九倒是不着急，24、25岁的年纪，还不够成熟沉稳，让老九再被社会毒打几年，等他做出点成绩来，再结婚也不迟。哥哥们结婚都晚，老九也不会太快结婚的，顺其自然吧。我始终觉得这是讲缘分的，缘分来了，他们就会动心，缘分未到，认识几年也擦不出火花。像老七和若若，认识几年了，现在才擦出火花。他们俩是先有缘，份是后面才来。你洗刷了吧？海童问着丈夫。我早起，早就洗刷了。海童说你倒是神采奕奕的，我腰都酸了。是我的错。战印低笑，人跟着起身，又抱过了女儿，对宝贝女儿说道，贝贝，妈妈今天不太舒服，让爸爸抱你下楼好不好？我们下楼吃早餐了。今天妍姐姐过来哦，还有2个小哥哥也会。
过来。哦，你大姨也是说今天回来，咱们贝贝会有很多小伙伴们玩。好，让妈妈抱了一下，贝贝心满意足了，被爸爸抱着也乐意了。一家三口走出房间，你先带贝贝下楼，我去看看宝宝，叫他起来。战印嗯了一声，抱着女儿先下楼。老太太从外面进来，老人家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为年纪大了就改变，依旧每天早起到院子里打一会儿太极，然后在院子里散散步。估摸着孩子们要起来了，他老人家才回来。管家跟在老太太身后，老太太总是说她身体还好，不需要管家亦步亦趋地跟着她。不过只要她出了门，管家还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她。这是战印吩咐的，毕竟老太太年事已高，万一在院子里散步摔着了怎么办？山庄那么大，又不是到处都有人，老太太摔倒若没有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太奶奶！贝贝看到老太太进屋，立即挣扎着要下地。战印蹲下身去将女儿放下的，小家伙立即跑向老太太。贝贝起来了，太奶奶抱抱。老太太上前抱起了跑过来的小曾孙女。太奶奶，贝贝昨晚睡得香吗？一老一小都是战家的祖宗。老祖宗抱着小祖宗走到沙发上坐下来，战印跟着过来，在奶奶的对面坐下。奶奶今天散步的时间有点长，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，空气清新就多逛了会儿。现在太阳升得老高了，外面是真热，这天气啊，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热。全球温室效应，夏天的气温一年比一年高。老太太看两眼神采奕奕的长孙，说道：“你悠着点儿，彤彤的身体要紧。”战印的脸难得的红了，他说道：“奶奶，小别胜新婚，以后我会注意点的。我比谁更在乎彤彤的身体。昨晚夫妻俩都热情高涨，是放肆了点儿，累到彤彤了。等会儿给彤彤送早餐上楼。”老太太以为长孙媳妇被累坏了，还在睡。彤彤已经醒了，被你抱着的小祖宗弄醒的。他一醒来，他妈妈就别想再睡。彤彤去叫宝宝起床。老太太低头看着窝在自己怀里温温顺顺的曾孙女，自是舍不得说一句重话的，反而夸赞着贝贝真棒，会叫妈妈起床了。要是宝宝吵醒彤彤，奶奶知道了，不挨批评才怪呢。奶奶就是双标，曾孙女做什么都不会被批，曾孙做错了会被批得哭鼻子，哭鼻子还要被说男儿流血不流泪。贝贝被太奶奶夸赞，小表情那个得意啊。奶奶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战印关心地问。还没有，等你们起来一起吃。平时就奶奶和你爸妈他们一起用餐，再好吃的菜都觉得不好吃。你们在家里就算是吃白菜，奶奶都觉得如同吃龙肉一样。人老了呀，怕孤独，就喜欢你们在家里陪着。但你们年轻人都有工作，又不能让你们天天陪着。还好你们都是孝顺的，孩子们放假了就送回来。战印有点自责的道：“奶奶，最近我们都太忙，没有陪你，是我们的错。现在不用你陪，这个暑假有孩子们陪着我就行，不用天天跟你爸妈叔什么大眼瞪小眼了。孩子们可爱，哪怕看着他们吵架打架，我都觉得很好看。”战印笑道：“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奶奶有没有在旁边指点他们几招，或者喊加油？记得我们小时候打架时，奶奶就是这样做的。”战印不会和弟弟们打架，不过弟弟们几岁大的时候闹矛盾就动过手，他记得奶奶非但没有阻止，还在一旁指点，说谁谁的招数不对，谁谁又该出什么招，让保姆们哭笑不得，还想指望老夫人劝架。做梦去吧，老夫人只会教少爷们怎样出招才能打赢对方，打输的那个还会被老夫人说他们平时练功不够认真，功夫不如人就打输了。老太太笑道：“
现在只有宝宝和景琛兄弟俩开始学功夫了，其他人还没有学功夫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。学了功夫的曾孙，打架肯定厉害一点。